今天哥莎竟然没去杀哥布林，而是在训练场指导新人。这是冒险者工会为了提高新人的生存率而特意盖起来的。高阶冒险者可以在这里对新人进行教导。此时，女骑士就在与一个仆人少女对练。长枪手看到2个新人少年还坐在一旁看热闹呢，立马拉着2人对练，把他们当成猎物一样追赶。哥莎则正教2个新人女孩制作简易投石器，做好后还给2人打了个示范，石头甩出去就能直接将目标头盔打掉。这一招不用费什么力气，工具也随处可得，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挡住一直靠近的敌人，也算是一种紧要关头很有用的手牌了。哥莎让他俩好好练习，2个少女就乖乖练了起来。这时柜台小姐过来观察，看到哥莎在这里，自然要跑来搭话。紧接着木牛妹和女神官也带着饭来了。训练场的午餐是由牧场提供的。在新人们跑去休息的时候，哥莎向长枪手打听了一下魔法师少年的情况。长枪手表示那小鬼还挺有骨气的，然后邀请哥莎晚上一起喝几杯。没想到哥莎竟然同意了，毕竟偶尔社交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。而新人们练了一上午也累得不行了，都这时候魔法少年还不忘吐槽哥莎，让妹子别跟那个怪人学不到什么东西的，引起了另一个新人的不满，指责他这种什么也没做的人没资格对做事情的人说三道四。这时女神官带来了餐点和柠檬水，大家都有点吃不下，魔法师少年却率先站起来，表示运动后不吃点东西是不会长肌肉的。其他人听到这话也纷纷起来干饭。女神官关心了一下他们的训练情况，问仆人少女怎么没见她的队友，这才得知她的队伍已经解散了。不过仆人少女对此不以为意，迟早一天她要出人头地，打那些看不起他人的脸。另外几个新人也都雄心勃勃，只有魔法师少年一心只想消灭哥布林，简直就是2代哥莎。晚上哥莎跟木牛妹打了招呼，提醒她一个人在家一定要小心，然后就带着钱去了酒馆赴约。长枪手和众战士已经到了，负责接待的是半人马女士应声。众战士非常欣赏人家的屁股，毕竟在工会酒馆也没办法聊这种话题。最后3人齐齐举杯相碰，敬我们的城镇，敬诸神的头子，敬冒险者。3个喝得心满意足的男人走出酒馆，开始聊起了女人和梦想。长枪手羡慕哥莎被妹子们环绕，无奈哥莎心中只有哥布林，对感情的事儿一点也不在意。众战士虽然年纪已经这么大了，心中却还有一个想当国王的梦想，但是当国王肯定要勤勉向学，不然等当上国王再学，只会是个笨国王，还会给百姓添麻烦。可是现在去学的话，就意味着无法继续冒险，会给团队添麻烦。长枪手揶揄他，反正还有女骑士陪着他，他怎么样都不会无聊。2个好兄弟身边都有妹子，只有长枪手啥也没有，心中不免有些羡慕，便问哥莎有没有什么梦想。当然是有的，小时候的哥莎想当冒险者，现在才意识到当冒险者是那么难。曾经的他还想成为勇者，成为王者，甚至成为历史和传说，就像被吟游诗人传唱的故事的男主角那样。事实上只能像这样跟2个好友喝完酒后聊聊曾经的梦想。不过正因如此，最起码希望能让那些新人们去做想做的事情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狂人正在训练魔法师少年的魔法。告诫少年，施法者的工作可不是吟唱咒文，而是使用咒文才对。少年虽然还不是很理解，但也默默记在了心里。另一边，蜥蜴和女神官正在和仆人少女吃饭。蜥蜴听说仆人少女现在都是一个人行动，就邀请和他们一起。今天哥莎和妖精弓手去歼灭哥布林了，女神官就想跟低等级的冒险者组队，这样完成任务就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了。仆人少女倒没有不愿意，只是觉得自己的实力还很弱，装备也不太行。女神官并不在意，还说他们有缘分，因为那天在工会，仆人少女好奇地问了他们给药水做记号的事情。听到这个，少女就乐呵呵答应了下来。当然只有他们2人组队人数不够，仆人少女就兴致勃勃去邀请其他新人了。另一边，哥莎还在吃饭，吃一口就得掀一下头盔。最近他忙得脚不沾地，木牛妹都很少能看见他了。他知道哥莎应该很讨厌有人在那里盖东西。现在训练场的位置曾经是他们的村子，他们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珍贵的回忆，但世界是在不断运转着的，他们也只能跟着接受改变这件事。哥莎却说他现在还没办法接受，听起来似乎还另有所指。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歼灭哥布林，最近那些东西又有行动了。果然有村民在回去的路上，在一个小土堆后面发现了一只哥布林，立刻挥起铁锹将其敲死，却发现那个土堆竟然是地洞入口。紧接着就有更多哥布林涌了过来。与此同时，哥莎正在教新人们如何悄无声息杀死哥布林的8种方法。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，
立刻抽出刀，然后有条不紊地给新人们下达指示，让他们先在这里待机15分钟，如果15分钟后自己还没回来，他们就可以自由行动。说完就独自朝刚刚的方向跑了过去，看到一只哥布林，直接甩刀将其捅死。走过去发现已经有好几个村民遇害，眼前的一幕和当年那一幕重合。就在这时，女神官也跑了过来，她现在是满血状态，可以用3次祈求。很快天完全黑了下来，其他人也都赶了回来。这一次的哥布林似乎是要大举进犯，需要尽可能多的召集人手。格杀带的新人都还在训练场待命，妖精的脚程最快，主动起因去喊人，其他人则商量着这一场仗该怎么打。挖地道这种事应该是哥布林的萨满指使的，而且地道肯定不止一条。蜥蜴觉得应该顺着地道反向找出源头，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要下地道，地上更适合挥舞重剑。众战士就带着那批新人留在了地面。这时女神官提出了自己的担忧，还有一部分新人已经回去了，她觉得哥布林的目标很可能也包括那些正在回去的新人。换位思考，如果他是哥布林的话，这种胆小生物肯定不会像袭击聚集了许多强大冒险者的地方，说明真正的目标应该不是这里。女神官想去救他们，和自己新交的那些冒险者朋友们一起，其他人也都赞同她的想法。敌人的大本营肯定是要攻破的，也不可能对新兵见死不救，而且刚好能当成升级的试炼，于是决定让女神官带新人去救新人。此时回家那批新人也的确遭遇了埋伏，走在队伍最后的女孩突然被一只绿手抓走，紧接着无数哥布林围了上来。等其他人反应过来，女孩已经不成人样了。新人冒险者们猛然看到这么多哥布林，也吓得不知所措。与此同时，格杀他们已经下到了地道，这些都是经验丰富的冒险者。面对四面八方围攻过来的哥布林，矿人一口老酒喷晕3个，格杀拿钱袋子砸死1个，又踹死1个。长枪手更是把哥布林当糖葫芦串，魔女就为他们撑开屏障。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萨满，冒险者们招式百出，很快就将围上来的哥布林尽数斩杀。然而留在地面的众战士和新人却遇到了只大的，虽然下一秒就被众战士一刀腰斩，落了个跟5条悟一样的下场。唯一比较惨的就是回家那批新人，他们中了哥布林的埋伏。这种生物就是恃强凌弱，猎物越弱小，他们就越是喜欢折磨对方。好在女神官带着魔法师少年他们及时赶到，女神官释放的圣光让哥布林睁不开眼睛，新人战士们就趁机冲上去猎杀他们。而在圣光中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女神官简直如同圣女一般，狭窄的地方更方便哥布林行动。女神官指挥大家一起朝旷野移动，到时候自己可以用圣臂保护他们。但哥布林实在太多了，他们根本无法突破重围。魔法师少年也找不到咏唱咒文的合适时机，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突然他想起了矿人教导他的话，立刻让大家捂住耳朵躲到了自己身后，然后发出了一声漫长又刺耳的吼叫。这一招造成的伤害可是超大范围的，附近的哥布林都因为耳聋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。趁这个机会，女神官赶紧让大家撤退回城，而不是逞强留在这里杀哥布林。毕竟他们的目标是救回这些新人。经过这场战斗，魔法师少年也成长了不少，没有坚持要留下来，而是跟着大家一起撤退。他又不是哥布林杀手，而真正的哥布林杀手还在与哥布林激战。他让矿人朝上面开了个洞，又让蜥蜴施法让哥布林胆怯逃往深处。蜥蜴释放出龙吼，暂时吓退哥布林。矿人在哥杀指引的位置开了个洞，原来上面是个池塘，池塘的水倾泻下来，将前方的哥布林淹没。哥杀又让魔女等会儿施展冰系法术，水结冰后会膨胀，坑道也会跟着崩塌，到时候在地上找出巢穴，将哥布林击溃。又一次哥布林的侵袭被哥杀带头解决了。第二天，女神官去冒险者工会接受审查，总算通过了升级审核。柜台小姐把属于她的牌子给了她，从今天起，她就是钢铁级的冒险者了。妖精弓手也为她感到开心。不过女神官很自责，自己那天眼睁睁将哥布林放跑，如果她再强一些，说不定也能将那些哥布林都杀了。妖精让她别多想，她又不是哥布林杀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和做法嘛。魔法师少年也想通了一些事情，决定出去看看这个世界。现在他也有梦想了，那就是成为一名屠龙勇士。没想到仆人少女也跟了上来，主动提出跟他一起。看到他俩拌嘴，格杀难得爽朗地笑了起来，告诉少年，如果遇上一个自称是忍者的仆人的话，可以报上自己的名字，说不定他会给他们一些帮助。然后目送两人离开。木牛妹走到了格杀身边，能感受到他的心情似乎不错。格杀没有反驳，因为真的发生了非常好的事情。